日本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吗？最近，特朗普政府发布了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国内国外有很多声音，解读角度也是五花八门。但我想，很多观众老爷们最关注的肯定还是日本问题。我看有不少博主说，美国要把日本变成亚洲的乌克兰，想让中国像俄罗斯一样陷入无止境的战争泥潭，拖垮我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首先，太看得起日本；其次，太不了解自己。咱妈的战略定力在这摆着呢，要想下场早下了，用不着非得等狗叫。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穷岛倭寇所能染指的，我们有且只有一个对手。现在这个对手发了一个挽尊的文件，亲口承认自己衰落的事实，并表示外面的世界太乱，这个世界警察谁爱当谁当吧，我得先给自家的后院灭火。要我说呢，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听听就好，因为谁都说不好时效性能有多长，万一过几年民主党上台了，很可能就变了。毕竟让美国建制派放弃他们自二战以来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还是很有难度的。再一个，这份33页的文件也确实反映出美国确实理性了一些了。他们看清楚了自己的不足，他们不想跟我们直接冲突，但他们又想遏制我们发展。问题的关键是，他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遏制？欧洲肯定不用想了，美国压根就没瞧得起过欧公子，放眼全世界，也就日本还愿意进这个火坑。但这就意味着日本能变成亚洲的乌克兰吗？肯定不能啊！战后80年，日本成平已久，别看有些人在网上上蹿下跳的，但真让他们上战场都得怂。二战前，日本作为后发工业国，人口过剩，又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老百姓没有活路，政府一忽悠就上头。现在的日本老龄化严重，经济虽然长期停滞，但离活不下去还早得很。二次元不香吗？躺平不香吗？日本政府拿什么忽悠年轻人？所以说，日本现在就没有发动战争的群众基础。再者说，日本一个岛国离我们又这么近，既没有战略纵深，也没有能源支撑，拿什么打？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发动侵华战争，是因为从甲午海战时期就开始掠夺咱们的白银和资源，战争爆发后又开始用同一个套路掠夺东南亚，这才能勉强支撑他的野心。现在日本有什么？是有钱还是有资源？是有兵还是有装备？别说美国会帮他，日本没有的，美国恰恰也不富裕，否则还搞什么门罗主义，接着当世界警察多好。时代不一样了，咱们得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自扫门前雪才是当前的大趋势。西大是，东大也是。当世界唯二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想闷头搞发展的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跳出来当小丑。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不对，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里明明写了要求日本大幅提高国防开支，增加防务分担，不掩饰其核心意图，这不就是针对我们吗？没错，确实是。可那又怎么样呢？过去的美国和日本不也是这么奢望的吗？什么年代了，还第一岛链呢？早就不存在了。所谓的第二岛链都形同虚设了。这份所谓的安全战略，更多是美国这些年少见的理性回归。不得不承认，中国实力跟自己平起平坐的事实，但承认归承认，惯性还在。自己退守美洲，小弟们得留下自费看场子。为何看场子？重点在看，也就守着。美国可不希望引发一场不可控的战争，那样的后果，如今的美国可承受不起。恰好这个时候，野心勃勃的高市早苗上台了。美国很清楚搞事大妈想要什么。这位日本首位女首相一心想着超越安倍晋三，给自己的前缀加上伟大二字，让日本军事正常化。正所谓父慈子孝，彩衣娱亲，一个有野心，一个有所图。爸爸不花1分钱就能让大孝子自愿进火坑，何乐而不为？但关键是，日本凭什么军事正常化？虽然日本政府一直在用切香肠的方式不断突破底线，但目前看上去仍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日本不能军事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不是别人，恰恰是美国。美国需要的是排忧解难，而不是养虎为患。美国支持日本增强军力，是希望日本替美国在所谓的第一岛链顶雷，但绝不允许日本拥有脱离美国掌控的战略攻击能力，尤其是拥核。作为世界上唯一亲身感受过蘑菇弹宠爱的日本，一旦拥有了核能力，你说他会不会反手就孝敬爸爸齐眉？美国不得不防。只要日本自卫队的指挥体系、情报体系还有武器系统被美国封印一天，日本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就不可能实现。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亚洲人民的愤怒。有人说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讲道德和良知没有用，他们听不懂，也没有。是的，没错，日本这个国家只有耻没有羞，而且他们的耻也不是发自内心，而是来自世俗的评价。他们在战后极力否认和扭曲侵华历史，外务省每年花大笔预算淡化仇日情绪，就是不想承认战败，不想让国际社会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犯下的累累罪行。日本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彻底反省过，因此不光是咱们，韩国、朝鲜还有大俄等邻国对他的任何军事动作都会非常敏感。日本越是想通过增强军力来追求安全，就越会刺激邻居们，这只会让日本陷入更危险的处境。一旦东亚搞起军备竞赛，作为一个没有纵深、全是核电站的岛国，能有什么好下场？
这一点其实石破茂看到了，鸠山由纪夫也看到了，他们是日本政坛少数的清醒者，完全依附美国，充当反华急先锋，就是在拿日本的国运给美国霸权殉葬。日本实现不了军事正常化，也成为不了所谓的大国，他没有这样的实力，也没有这样的机会。高市早苗之所以还是要丑态毕露，无非是想在政治上搞搞事，好给美国爸爸上交投名状，让自己的位子能坐得更久一点而已。美日的这点小心思啊，咱妈早就看透了。咱们从来不信邪，也不怕鬼，新中国就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打铁必须自身硬，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泰然处之，岿然不动，该出手时自然会出手。视频的最后，再来看看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问题，这才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特朗普政府其实是在纠正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的战略失误，之前的历任政府都没有在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上做出取舍，政策非常分散，什么都想要。国家强大时问题还不明显，现在衰落了，自然会左支右绌，顾头就顾不了腚。这份新战略很直接，也很坦率地说出了美国的核心目标。首先要保证美国的本土安全，而保证本土安全的大前提是要先保证西半球的安全，同时还得防止别的大国在美洲搞事情。这其实就是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自打万税王上任以来，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和加勒比海等关键地理位置频繁有事，其实已经能看出端倪了。这份报告不过就是盖棺定论，给个明确的指导思想。19世纪，美国排斥的是欧洲，而今天美国防范的是中俄。清楚中国和俄罗斯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当然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都有实际好处，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和巴西的投资项目可能面临美国的强力阻挠。美国一定会花样频出，迫使拉美国家在美国的市场准入和中国投资之间做出排他性选择。届时，拉美地区的自由市场原则要说再见了。如果说这份报告对西半球是强硬，那么对欧洲则是羞辱了。什么软弱无力呀，什么文明消亡啊，措辞之严厉，干预之直接，在现代外交史上实属罕见。这下好了，欧公子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你们现在都不是能不能上桌的问题了，而是家要被偷了。再不解决移民问题，20年后的欧洲可是要一律到底哦。以前美国对盟友强调的都是共同价值观，什么民主、人权、自由市场，但现在美国直接把这些盟友当成了一种可以交易的资产。日本还有用，所以特朗普愿意给高市早苗面子，而欧洲嘛，血快榨干了，对美国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自然有话直说，实话难听了。在国家安全战略里，美国再次要求北约国家把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还说欧洲有钱就应该为集体防御做出更多贡献。可对欧洲来说，这根本不现实。其实明眼人都知道，美国这就是给减少对欧洲的投入，甚至将来彻底走人找理由。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媒体都在担心，北约正在被美国变成售卖武器的俱乐部。美军撤走了，欧洲大多数国家为了自保，只能多买武器。一言以蔽之，起码在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确实打算搞收缩，但怎么缩的是快还是慢，文件中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随着美国不再当这个全球警察，或者说真的从中东和非洲等地撤出，那么世界各地必然会出现权力真空，区域强国趁机上位，比如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沙特和阿联酋的能源外交，印度也可能蠢蠢欲动。当大家都不再看美国的脸色办事，而是按自己的利益出牌，那用局部战争重新划地盘的事儿就难以避免。当然，这都是后话，还有待观察。也许还来不及有什么大动作，美国就又变了呢。大争之势，一切皆有可能。作为日本心眼最多的人，日本人对于安倍晋三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当2022年岸田文雄想给这位对当代日本影响巨大的前首相进行国葬，让日本拥有一个团结时刻时，日本民众却不乐意了，超 1.3 万人顶风冒雨在东京街头进行抗议。真到了国葬这天，还是有不少人一大早就跑过来献花送葬，还哭得如丧考妣。而且别看安倍短命，但他却是日本战后最长命的首相。2度拜相的他一共干了3188天，哪怕下台后也仍在政坛中保持较大影响力。安倍派也长期是日本自民党的最大派系。那么安倍晋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又到底给日本带来了什么？要了解安倍晋三，就得了解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其实日本社会的特点，名侦探柯南的小哀早就说得很明白了。政治家的儿子将成为政治家，银行总裁的儿子将成为银行总裁，这样下去不管过多久，日本都不会改变。说白了就是要想在日本做官，家里没有背景是不行的，而这是明治维新革命不彻底的后遗症。上世纪20年代末，日本成为了亚洲战争策源地。当时安倍晋三的爷爷和外公虽然都是国会议员，但却一个是和平主义政治家，一个是侵华战争甲级战犯。
他的爷爷安倍宽是前者，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极为反感，整日奔走于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反战思想。而他的外公岸信介则是后者，鼓吹集权政治，曾在伪满洲国任职，战争后期又回到日本担任军需省次官，统筹战时物资调配。但在一点上，这两人达成了一致，那就是都特别讨厌东条英机。1944年，岸信介跟东条英机大吵一架后，回了老家山口县和安倍宽相识，靠着区东条英机，两人竟然玩到了一块，一拍即合，结成了情境之好，之后还成了亲家。但可惜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而岸信介却通过某些未知手段，从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名单里逃脱，继续在日本政坛度国害民，并在1957年接任首相。都当上首相了，台下女婿自然是顺手的事儿。很快，安倍晋三的老爸安倍晋太郎就高票当选为众议员，一路官运亨通。能从监狱中捡回一条命，岸信介自然对美国爹感恩戴德。于是在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到期时，他顶住一片压力强行续签了，然后紧接着安保斗争爆发了。在一次宴会上，岸信介被人行刺，但可惜刺客只刺在了他的大腿，让岸信介侥幸活了下来。最后在反对声的滔天巨浪之下，岸信介下台了。当时安倍晋三还只有6岁，但他却对外公充满了崇拜。他认为外公是即使牺牲自己性命和政治前途，也要坚守立场的政治家。此时的他怎么都想不到，62年后的他也将有此一劫。只不过他就没有他外公那么好的狗运了。这边岸信介虽然下台了，但他的女婿安倍晋太郎却混得风生水起，相继出任农林水产大臣、内阁官房长官、通产商业大臣、外务大臣和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在80年代后期，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争斗时，安倍晋太郎这么一个吉姆哈克一样的人物还被推到了首相的位置上。只不过在就任首相的前夕，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提拔了当时野心勃勃的年轻议员小泉纯一郎进入竹下登内阁任职。而作为政治回报，小泉纯一郎很重视安倍晋三，在他还没当上首相时，就把安倍从议员提拔为内阁官房副长官。等他当上首相后，安倍直接成了自民党的2把手、自民党干事长，之后更是一度有意被当作钦定接班人来培养。后来随着小泉任期届满，2006年9月20号，安倍顺利接班，当选自民党总裁，成为自民党建立以来最年轻的总裁。6天之后，他顺利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一上台不到2周，安倍就当机决断访问中国，这是他就任首相后的第一个出访地，他称之为破冰之旅，并且大谈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密不可分，希望建立战略互惠关系。1个月后，安倍又去了韩国，并表示日韩关系极为重要，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他仍希望能够发展更密切的日韩关系。而在此之前，日韩的关系已经紧张好几年了。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他当时是这样说的：鉴于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政治外交问题，因此今后要慎重考虑。这跟5年任期内去过6次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韩关系降至冰点的小泉做法截然不同。此外，相较于小泉奉行的一边倒亲美政策，安倍的对美态度很微妙。他希望在推动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基础上，将日美同盟从受保护者向平等伙伴转型。说白了，就是不想让日本再当美国的狗腿子。但在日本这样首相如流水线般更迭的国家，最大的难题不是外交战略，而是协调内部问题。在这一点上，安倍就做得很糟糕。他本想打破选举体制，拉那些非官二代且执政经验较少的政客们来做自己的心腹，结果选出了一届极为糟糕的内阁班底。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在 G8 会议上酒后失礼仪，农业水产大臣松冈利胜涉嫌受贿，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因称美国投放原子弹是无奈之举而引发舆论哗然。1年时间里，就有5名内阁成员因丑闻辞职，这其中不免有旧体制内的老人们想整这几位的痕迹。安倍的支持率也从上任之初的 71% 跌至2007年参议院选举前的 27%， 这让本就忍受溃疡性结肠炎之苦的安倍在这1年里心力交瘁，每天都在琢磨，最后因健康问题草草结束了第1届任期。5年之后，安倍晋三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这次学精了，不仅重视各大自由民主党派阀之间的平衡，邀请二阶俊博、麻生太郎、石破茂等自由民主党内部大佬共享权力，巩固权力核心，同时也向青壮派政治人物提供担任重要职位的机会。果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安倍的新班子不偏不倚，非常稳定。当时日本面临的主要麻烦有大地震之后的重建、经济衰退、领土纠纷等等问题，对此安倍一一给出了解决方案。首先是经济上，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安倍经济学，这个词倒不是安倍提出的，他提出的叫3支箭，分别是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和结构性改革3支箭。但其实这也不算是安倍的独创，其中量化宽松算是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了。安倍要求央行每年购买80万亿日元国债，大量印钱让货币供应量翻倍，甚至引进负利率政策，刺激企业投资。
以工代赈的财政政策更是不要太熟悉，通过政府直接拉动需求，将公共投资投向灾后基建、育儿支持、补贴企业等方面来缓解就业形势。在结构性改革方面，除了迎合时代趋势的扶持机器人、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外，最为新颖的莫过于安倍提出的女性经济学，让女性活跃于社会。因为日本荼毒已久的封建思想残余，女性大多都被束缚在家庭里当家庭主妇，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男性。但如果能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到工作中去，这样既能增加产出，又能提高女性收入，消费和经济增长不就慢慢给刺激起来了吗？毕竟女性的消费欲望可比男的大多了，这可是一个广阔的消费市场。那问题来了，女人出来干活了，孩子谁养？答：日本政府养。在安倍的计划里，日本政府将全国范围内建设托儿所，5年内增加40万入托名额，让女性没有后顾之忧地进入职场。那盖托儿所的钱从哪儿出？加点消费税就行了嘛，毕竟到时候女性的购买力上去了，也会带动消费产业的兴起。以上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倍经济学，是对日本应对长期经济停滞的一次尝试。那么安倍经济学真的有效吗？对此很多人都认为其治标不治本，并未能触及日本经济的核心病灶，人口结构恶化以及终身雇佣制、行业垄断等僵化的制度。在安倍下台后，日本仍长期路径依赖货币大放水，以刺激通胀，而这也成了另一大顽疾。不过从短期效果来说，从2013年至2016年，日本的 GDP 年增速为 1.2%， 而此前的12年为 0.5%， 失业率则降到了 2.2% 的战后最低水平。拿最富特色的女性经济学来说，虽然没能实现企业管理层 30% 为女性的目标，但至少有效提振了女性就业参与率，还让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改变了人们的旧有观念。这一点的进步意义是数据难以体现的。而对外政策上，安倍可以说是既要又要，他既想弥合与韩国之间因历史问题而造成的裂痕，又忍不住在2013年12月26号参拜了靖国神社。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他并非被什么民粹绑架或者国会胁迫，包括他的秘书官甚至都是反对的，而他就是要去，因为在他的深层次意识里，他压根就不觉得这么做有啥不对的。对此，不仅中韩、新加坡等诸多国家表示谴责，就连美国都发表了官方声明批评此举。但安倍显然做好了迎接这一切的准备。不管美国怎么要求他做出不会再去神策的保证，他就是拒绝。此外，他还沉迷于修改宪法第9条，允许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试图让日本成为拥有交战权的正常国家。可以说，安倍晋三是一个典型的极右翼标志性人物。那为什么他的第一任期时看起来不反华，而后来则不同呢？归根结底是因为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2经济大国，这让日本难以接受，因此安倍开始重新思考对华的关系。同时，他并不是一味追随美国的反华者，他既希望表现出与中国掰手腕的架势，赢得美国扩大对于太平洋战略的支持，又想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推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利用美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试探中韩俄3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底线，以谋求自身利益。从结果上看，他就是将日本右翼给团结在了一块。对于日本而言，安倍晋三称不上是天降猛男，但绝对是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去获得政绩民心，知道日本在国际中的位置，知道日本可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而且他也的确努力了一下，但他也为日本留下了争议性的遗产，比如政治上的左右对立，经济上的贫富分化等等。而在他卸任之后，日本的首相也愈发的一代不如一代，5年间连一套稳定的班子都没组起来。也许日本人最后会发现，原来安倍竟是日本21世纪还能看得过眼的首相，没有之一了。